就在刚才，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上空被一道巨大的火柱撕裂了，大地一阵剧烈颤抖，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让人屏息的紧迫感。美东时间4月1日晚上6点35分，阿尔忒弥斯2号正式点火升空，带着4名宇航员冲向了深邃的太空。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发射，这是人类时隔半个世纪后第一次真正带着血肉之躯重返月球轨道。虽然这次只是10天的绕月飞行，暂时不降落，但全世界的目光都像磁铁一样死死盯着这艘飞船。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要如此执着于重返月球？50年前的阿波罗计划不是已经去过了吗？耗费如此巨大的资源，就为了再去月球转一圈？其实这背后藏着的秘密，远比你想象的要疯狂得多。今天的重返月球，不再是为了在那儿踩个脚印或者插面旗子搞个形式主义，这是一场关于生存、能源，甚至整个文明未来500年走向的终极豪赌。你发现没有？最近几年，不光是美国，还有中国、俄罗斯，甚至印度和日本，全球主要的航天力量都在拼了命地往月球使劲儿。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月球上真的有传说中的外星人基地？还是说，月球本身就是一座被宇宙锁住的、足以改变人类文明命运的金矿？今天，我们就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深度拆解一下美国重返月球计划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惊人的秘密。先说能源，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地球人为了能源已经杀红了眼，就在当下还在继续杀。而不久前，月球上发现一种新的能源氦三，而且储量惊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放话了，开采月球上的氦三是整个阿尔忒弥斯计划的核心战略任务之一。为什么他这么执着？因为这玩意儿被看作是人类实现能源自由的终极钥匙之一。你想啊，我们地球现在的能源体系，要么是烧油烧气，虽然便宜但污染严重，还得担心温室效应；要么是核裂变，虽然效率高，但废料处理和泄漏风险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但氦三这玩意儿，简直就像是宇宙为碳基生命准备的完美燃料。它是非常理想的可控核聚变原料，在反应过程中几乎不产生任何中子辐射，这意味着它是绝对清洁、绝对安全且能量密度极高的能源。只要人类搞定了氦三核聚变技术，能源问题就可能被彻底改写，从此再也不用为了石油和天然气打得头破血流。当然，这听起来很美好，但实现商业化的氦三核聚变，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地球上到底有多少氦三？说出来你可能真的不信。我们整颗地球大气层里加上地壳深处，所有能被人类数出来的氦三加起来估计也就500公斤左右，连1吨都不到。这还包括了从核弹头维护里抠出来的那些存货。目前全球每年的产量也就那么几十公斤，塞牙缝都不够。所以氦三的价格高得惊人，据估算可达每公斤2000万美元。这玩意儿在地球上那真不是比黄金贵，那是根本买不到。但是月球呢？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它在过去的40多亿年里一直赤裸裸地被太阳风轰击。太阳风里的氦三就这样被一点点埋进了月球表面的土壤里。据科学家估算，月球土壤里的氦三储量至少有110万吨。我们来算一笔账，感受一下这种震撼。如果技术成熟，大约100吨的氦三就足够供应全人类1整年的总用电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月球上的氦三够咱们人类霍霍上万年。这哪是月球啊？这简直就是宇宙给人类准备的超级备用电池。而且开采这玩意儿也不是特别难。虽然月球土壤里氦三的浓度不高，但只要把月壤加热到大约600摄氏度，氦三就能被释放出来。NASA 已经计划在月球建立自动化的开采工厂，用机器人大规模翻耕月壤。你想想，如果手里握着未来1万年的能源，那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后背发凉？当然了，开采月球资源只是这场宏大太空探索计划的第一步。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打算，要把月球彻底变成一个星际跳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类去火星、去深空探索这么难？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地球的引力，
火箭起飞时，绝大部分的燃料都消耗在了对抗地球引力冲出大气层的过程中。在 NASA 的蓝图里，月球就是人类征服深空的星际加油站和全能中转站。为什么选月球？因为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而且还没有大气阻力。在月球上发射飞船，那感觉就像是在平地上骑自行车一样轻松。更关键的是，科学家已经在月球南极的永久阴影区发现了大量的冰。这些冰可不是用来给宇航员解渴的，它们是无价的战略物资。通过电解水，可以直接在月球上制造液氢和液氧，这可是最顶级的火箭燃料。以后人类去火星，不用从地球背着死沉的燃料直接起飞，而是先坐着小飞船去月球轨道上的门户站加油，换成更大更舒适的深空飞船，再轻装上阵直奔火星。这效率提升简直就是从绿皮车换成了超音速高铁。而且月球背面还是天文观测的绝对圣地，在那里架起射电望远镜，没有地球大气层的干扰，也没有人类文明发出的电磁噪音，能直接捕捉到宇宙大爆炸初期的微弱信号，甚至能窥探黑洞边缘的秘密。说不定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外星文明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最后就是通过月球背后的望远镜找到答案的。你说，面对这种改写人类教科书的诱惑，谁能顶得住？说到这儿，要聊点更现实也更残酷的话题。美国这么卖力、这么着急地重返月球，真的只是为了纯粹的科学进步和全人类的福祉吗？别天真了，这背后还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技术霸权和地缘政治的较量。东方的航天力量，中国的登月计划也在稳步推进。嫦娥系列任务的表现，简直可以用精准的像钟表来形容。尤其是已经明确宣布了2030年前要实现载人登月，还要在月球南极建国际月球科研站，这无疑给这场太空竞赛增添了新的变数。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背后是一种对未来太空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谁先在月球扎了根，建立了标准，谁就可能在未来的月球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不管是月球南极那些能晒到太阳的永昼风，还是那些藏着水冰的溶洞，都是极其稀缺的战略资源。美国重启登月，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在这场竞赛中保持领先。虽然这种竞争听起来有点火药味，但从客观上讲，它确实极大地加速了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你追我赶的压力，人类可能还得在近地轨道上再转悠50年。最后，从整个人类文明进化的维度来看看这件事儿。科技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摇篮里折腾了几百万年了。我们造出了能下棋赢过人类的人工智能，搞定了量子纠缠通信，甚至能像上帝一样编辑基因。在这样的科技爆发期，人类如果还一直满足于窝在地球这个舒适区里，是不是有点太没出息了？征服外星球是人类文明从行星级向恒星级跨越的必然选择。就像当年的大航海时代，虽然过程充满了血腥、危险和巨大的争议，但它彻底打破了地理隔绝，重塑了人类的认知边界。今天的美国重返月球计划，其实也是大航天时代的真正揭幕战。人类要去的地方，不仅仅是38万公里外那个挂在夜空里的白玉盘，而是更遥远的木卫2、土卫6，甚至是太阳系外的另一个家园。回到这次阿尔忒弥斯2号的点火升空，虽然目前只是绕着月球转一圈，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文明信号。人类已经准备好走出摇篮，去真正接管属于我们的宇宙领地了。这不仅仅是某一个航天大国的一小步，也是我们全人类在面对地球资源枯竭、气候变迁等终极危机时寻找出路的一次大胆尝试。好了，聊了这么多，你觉得这场由多个航天大国共同参与的重返月球竞赛，最终会将人类文明引向何方？是开启一个资源共享的太空合作新时代，还是将地球上的地缘政治延伸到月球？或者你认为哪个国家的方案最终会让人类率先在月球上建立起第一个永久基地？